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极静之美，我是 Melvin。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了？当我们每天用手机随手拍照时，是否还记得摄影最初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是为了捕捉什么？是一片即将落下的夕阳，是孩子跑过的瞬间，还是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那些流逝不息的日常？摄影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已经变成了一种稀松平常的行为。它是技术，是工具，甚至是社交媒体的语言。但摄影的起源并不仅仅是如此。在摄影诞生之初，它的目的不只是记录，而是一场人类对时间与存在的深刻探索。最近我刚刚完成了一门暗房的课程，这是我第一次全程参与一张胶片照片的诞生的过程。从一开始选择胶卷、调整曝光，到冲洗底片，再到最后裁切相纸。当我看着照片一点一点地浮现在显影剂中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摄影绝不仅仅是冰冷的技术，它是一种观看世界、与过去对话，甚至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那今天我想要带你从摄影的历史开始，聊聊摄影如何成为一门艺术、一种哲学，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无论你是热爱摄影的人，还是习惯用手机随手拍照的普通人，这堂课都可以帮助你找到摄影背后的深意。让我们一起用镜头爱上这个世界。摄影的故事要从1826年的一个安静的夏日说起。在法国布尔戈涅的一座小村庄，约瑟夫·尼埃普斯正在他的工作坊里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实验。他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发明家，对光和化学的特性充满好奇。他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找到一种方法，用光来记录现实。他希望不再依赖画家手中的画笔，而是通过技术让影像自己写下来。尼埃普斯手中握着的是一个名为暗箱的装置，一种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用来辅助绘画的工具。通过暗箱，外界的景象会被光线投射到屏幕或者表面上，但不同于以往的画家，尼埃普斯并没有拿起画笔来描摹，而是将金属板涂上了一层感光沥青。这种物质在光照下会发生化学变化，从而留下影像。于是尼埃普斯就将这个暗箱的镜头对准窗外，他每天醒来都能看到的屋顶和庭院。这是一个平凡的景色，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壮丽山河，但这个画面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然而事情并不简单，为了让光线能在金属板上留下足够深的印记，尼埃普斯需要让金属板暴露在光下长达8个小时。想象一下，他在他的工作坊里等待着，窗外的光影随着时间移动，夏日的阳光变得刺眼，但他依然耐心等候。当金属板从暗箱中取出时，一个模糊的影像浮现出来，这是窗外屋顶的影像，带着斑驳的光影，仿佛从时间中抢夺而来。这张照片名为《窗外的景色》 View from the window at the grass， 看似普通，但它却是一个划时代的奇迹。它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光和化学的力量固定住现实，而不是依靠画笔或记忆。摄影诞生了，这一瞬间不仅改变了艺术的未来，也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里还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背景补充。在尼埃普斯的时代，欧洲正处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交汇点，技术进步的浪潮席卷各地，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正在不断的深入，而摄影的出现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光的魔力。它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现象，还可以成为记忆的载体。
尼埃普斯的技术虽然打开了摄影的大门，但它依然有诸多局限，比如耗时漫长、画质粗糙，并且影像其实并不够清晰。所以到1839年，另外一位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就将摄影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改良了尼埃普斯的技术，发明了银版摄影术。达盖尔的银版摄影呢，是用一片涂有碘化盐的金属板作为基底，通过光照和化学显影，让影像呈现得更加清晰细致。而这项技术的突破，让画面中的人物甚至能清晰地看到毛发和衣物的纹理。1839年8月19日，达盖尔在巴黎科学院首次向公众展示银版摄影术的效果时，整个会场爆发出一片惊叹声。与会者们看到了一个照片，一座巴黎街头的风景，连路面上的石板缝隙都清晰可见。这样的清晰度，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几乎是魔法的体现。想象一下，你是一个19世纪的普通人，突然看到自己的肖像可以如此真实的被记录下来，那种震撼感会有多强烈？这仿佛也意味着死亡不再是记忆的终点，人们可以通过摄影让逝者的面容长存于世。然而银版摄影也有它的缺点，每张照片都是唯一的，无法复制，制作过程也极为复杂和昂贵，因此只有富裕阶级的人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品。但即便如此，银版摄影的出现已经将摄影从实验室带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并为后来的技术进步铺平了道路。进入19世纪末，人类迎来了一场摄影技术的大革命——胶片摄影的诞生。这项技术的核心人物是美国的乔治·伊斯曼，他创办了著名的柯达公司。伊斯曼的目标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拥有一台相机。1890年，他推出了一款名为布朗尼的便携式相机，价格仅为几美元，几乎所有人都能买得起。同时，柯达公司提供了完整的服务体系，你只需要按下快门，将相机送回工厂，剩下的底片冲洗和印制照片的工作都由他们来完成。这一服务模式彻底改变了摄影的生态。那是一个连电灯都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普通人却已经可以用相机记录自己的日常、家庭聚会、孩子的笑脸、农场的景色。摄影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生活记忆。胶片摄影的普及让摄影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它不再仅仅是记录重要事件的工具，还成为一种表达情感和保存记忆的方式。从婚礼到旅行，从诞生到死亡，胶片记录了人类最真实的瞬间。到了20世纪，随着技术进步，摄影的清晰度和操作便携性已经不再是问题。这时摄影师开始思考，摄影能否像绘画、音乐那样成为一种艺术。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提出了著名的决定性瞬间理论。他认为摄影的精髓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情感与动态瞬间。布列松就常常背着一台徕卡相机，穿梭于巴黎的街头，静静等待画面中元素的完美排列。比如在一张著名的作品当中，一个人在街角的水坑上跳跃，而他的倒影恰好映在水中，这一画面就美得像一幅画，但它只存在于一瞬之间。与布列松不同，美国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将摄影的镜头对准了壮丽的大自然。他的黑白照片中呈现出的是山脉的庄严、森林的静谧以及光影的神圣。他创造了区域曝光系统 Zone System。 这个系统呢比较复杂，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未来可以再跟大家讲解。它让摄影师呢可以精准地控制画面的层次感，这使得他的作品有如油画般细腻。亚当斯曾经说过，每一张照片都是一首无声的诗。这句话或许正是摄影成为艺术的最好注解。摄影的历史是技术的进步史，
也是人类观看世界方式的演变史。从第一张照片到今天的数位时代，摄影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场关于时间、记忆和美的哲学探索。通过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技术的进化，还看到了人类是如何用光影重新定义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而这正是摄影的魅力所在。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摄影的哲学与多学科探索。摄影是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照片的本质是时间的凝固，当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时间被固定下来，成为永恒的痕迹。摄影是我们与时间的对话，也是我们对时间的反抗。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经典的著作《凝视》中深刻地探讨了照片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摄影的2个核心概念 Studium 与 Punctum。 Studium 是照片的理性层面，是我们对照片的文化、情景和表层意义的理解。比如一张战地照片可能让我们联想到历史、苦难或者正义。而 Punctum 是照片的情感层面，是那个刺痛你的瞬间。它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一双手，一道目光，或者是某种让你产生联想的情感瞬间，让照片拥有了超越图像的力量。巴特认为，照片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它是这曾经存在过的证明。一张照片告诉我们那一刻是真实发生的，但也提醒我们那一刻可能再也回不去了，而照片也因此成为对时间残缺的深刻叹息。美国作家和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将摄影视为对时间的反叛。他认为每一张照片都是人类试图抓住稍纵即逝的瞬间，将其变成永恒的努力。桑塔格指出，摄影是将现实变为过去的机器，照片是一种对抗时间流逝的手段，它让我们能够停留在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之中。摄影的时间魔力在暗房中尤为明显。想象一下，你将一张底片拿出来，在放大机下放大，然后再把这张相纸放到显影剂当中，影像一点一点的浮现。这是一种几乎仪式化的过程，仿佛过去的时间正在重新被召唤回来。当照片最终呈现在你眼前时，你会意识到，摄影不仅仅是在记录瞬间，它更像是与时间的一场对话。我们希望抓住那些逝去的时间，让它成为一种存在的证明。摄影最大的魅力之一是它能够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心理学家曾经提出过专注力重塑 （attention restructuring） 的概念，指出摄影是一种能够改变我们注意力的活动。它帮助我们更专注于当下，发现那些平时不曾留意的细节。我的暗房经历就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在拍摄和显影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留意那些原本容易被忽略的场景，比如街边的裂缝、垃圾袋的褶皱，甚至是水坑中的倒影。当我将注意力聚焦于光影的变化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却突然变得充满美感。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快思慢想》这本书当中也指出，人类的大脑往往习惯快速处理信息，而摄影则是一种帮助我们慢下来的方式。当我们专注于摄影时，我们的感官会被放大，从而重新发现平凡中的非凡。战争摄影是最能体现摄影社会意义的一种形式。比如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一位倒下的士兵中，就捕捉了一名士兵中弹倒下的瞬间。这张照片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死亡故事，它更是那场战争的缩影。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暴力、
死亡和人性的脆弱。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曾经指出，照片本质是一种符号权利，它能够重塑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当照片被广泛传播时，它们不仅仅是记录事实，也形塑了我们对事实的感受。在现在自媒体非常的发达的时代，我们的认知也常常会被一些照片所重新构造，这也是它的另外一个双刃剑的另外一个部分。到了21世纪，摄影变得更加个人化，自拍作为一种最常见的摄影形式，成为了个人自我表达的工具。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认为，自拍其实是现代人身份建构的方式之一。我们在照片中呈现的是我们希望被他人看见的自我。自拍的流行反映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自我与世界的互动，而摄影成为了一种记录、表达，甚至是创造自我的方式。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就强调，文化是一种纹理，而摄影正是记录这种纹理的工具。比如爱德华·柯蒂斯，他用摄影记录了北美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帮助我们窥见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化。但同时，摄影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当我们拍摄他者时，我们是否真正尊重了他们的文化？摄影师的视角会不会扭曲被拍摄者的事实？这提醒我们，摄影不仅仅是观察他者，还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摄影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如何拍照，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正如哲学家马丁·布伯所说，生命的本质在于相遇，而摄影正是这种相遇的具体体现。我们与世界相遇，与时间相遇，也与自己相遇。当我们用相机捕捉光影时，我们其实是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值得被记录？这是一个美学的问题，也是我们如何看待生命的哲学选择。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醒来匆匆忙忙地刷手机、赶地铁，完成一天又一天的工作，生活仿佛被切割成了一段段任务清单。但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好好看看你身边的世界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相机走在街上，然后偶然遇到一条安静的小巷。巷子的尽头，一道光斜斜地洒在石墙上，那墙上的旁边呢，爬满了藤蔓，阳光的颜色也正在变化，从明亮金色渐渐转向橙红。我本来只是经过，但这一刻，摄影让我停了下来。我就在那边默默地等待夕阳落下的那一刻。就是这个过程，我发现摄影最大的魅力不在于照片本身，而在于它教会了我等待光线移动，等待阴影拉长，等待稍纵即逝的美。这份等待让我忘却了焦虑，也让我重新看见了那些原本被忽略的细节。心理学家米哈利·契科森米哈伊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心流。他认为，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某件事情，时间感消失，专注力达到极致时，那是一种最纯粹的幸福。而摄影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心流的一种方式。你需要慢下来，专注于当下的光影与细节，让自己从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抽离，让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的第三者，重新感受当下的宁静与美好。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摄影不仅仅是记录，而是一种对时间的深刻体验。它告诉我们，慢下来，才能看见生活中的真实与美好。所以今天我也想要邀请你参与一个小挑战，拿起你的相机或者手机，去拍下你身边的一个场景，
它不需要特别惊艳，可能只是窗台上的花盆，一杯刚刚冲好的咖啡，或者你每天上下班经过的街道。这个关键在于试着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寻找那些你从未注意到的细节。这个小挑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拍出一张完美的照片，而是让你重新学会观察世界。当我们带着摄影的心态去看待生活时，那些平凡的事物，斑驳的墙角，一条裂缝，一片叶子，都会变得与众不同。因为每一次观察都是一次与世界的重新相遇。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拍到了一张让自己非常满意的照片，那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在街上遛狗，然后我看到一位大哥，他也在遛狗，我感觉到一种他和他的宠物那种情感高度结合的感觉，正好我也感觉他跟他的狗长得很像，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替他们拍一张照。后来我把照片冲洗出来，我一直都很喜欢那张照片。而那一刻我也明白了，摄影其实不是一项孤独的活动。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很喜欢摄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 I 的人，我非常内向，我不太喜欢参与那种公共的活动。但那一刻我就真的发现了，其实每一张照片都是一场无声的对话，它让我们和被拍摄的对象连结，和观看者交流，也和自己对话。哲学家马丁·布伯说过，生命的本质在于相遇，就是这样的一种相遇，因为它背后隐藏着你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也隐藏着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摄影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你会发现，原来我对光影特别敏感，或者是说，原来我对人类的情感特别在意，或者是说我对观察人类的肢体动作或者是脸部的表情细节是非常的敏感的。而每一张照片呢，都是我们对世界的反思，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探索。摄影的终极意义是让我们重新爱上这个世界。当你学会用镜头去观察时，你会发现，即使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奇迹。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美是让真理显现，而摄影正是一种让真理显现的方式。它帮助我们发现那些看似平凡的场景背后，可能藏着我们与世界深刻的连结。其实摄影真的不需要什么多高深的技术，也并不一定要有什么非常专业的设备，重要的是你愿意停下来，愿意去观察，愿意从中找到一种属于自己观看的方式。所以摄影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或者艺术，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当你开始用镜头看待生活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觉得无聊的事物突然变得那么美，那么值得珍惜。摄影最迷人之处在于它既能让我们记录当下，又能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一次哲学的启程，它让我们珍惜每一瞬间，珍惜那些平凡中的美好。所以拿起你的相机或者手机去拍一张照片吧，也许是街头的一束光，也许是你偶然遇到的一只小狗，也许就是你手边的一杯茶。重要的不是照片本身，而是这一刻你重新观看世界的心态。摄影是爱上这个世界的开始。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生活美学和哲学的方式的话，请帮我一个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这个频道。我也很希望听到你的想法，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话题，都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我会继续努力和大家分享我看待世界的眼光。那就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希望我能看见你的不一样的世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Instagram Melvin Doesn't Know， 可以看看我的摄影作品和一些我思考世界的方式。那就下一集再见咯，谢谢大家，拜拜。